退休后的资产重组，剔除人际关系中的不良资产人生，到了后半场，很多人觉得最大的转折是离开了工作岗位，时间变得无穷无尽了。于是为了打发这些多出来的时间，人们开始频繁地走动，去亲戚家串门，去老友家喝茶，试图用外在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白。但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投资策略。所有人都教你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强者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而晚年最输不起的，就是你内心那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做生意其实和做人一样，讲究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你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为了事业，不断地做加法，什么局都去，什么人都认识。这就像是在扩张期的企业拼命做大规模，哪怕有些单子不赚钱，全当是交了学费，拓宽了渠道。但是当你退休了，你的人生就进入了守成期和清算期。这个时候你必须学会做减法。有些关系，有些往来，表面上看着是人脉，实际上早已变成了不良资产。你如果不及时把它们从你的生活中剔除掉，它们就会不断消耗你原本就有限的精力与快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退休之后你应该毫不犹豫切断的5种社交。不要去这5种人家里串门，这不仅是高情商的体现，更是人生最高级的风控机制。第一笔必须要核销的不良资产是贫富差距太大的亲朋好友。在商业并购中，如果你自身的体量只有1000万，却妄想去和一家估值100亿的企业对等合并，结果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被彻底吞并，连骨头都不剩。人际交往同样遵循这个残酷但真实的逻辑。去贫富差距太大的亲戚或朋友家做客，往往会让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局促与不安。这种不安不是因为你嫉妒，而是因为你们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你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坐在别人家宽敞豪华的客厅里，看着名贵的地毯和精致的茶具，你心里想的可能不是这茶有多香，而是生怕自己的鞋底弄脏了地板，生怕水滴落在了不该落的地方。你在说话做事时都会下意识的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的某句实在话在对方听来显得寒酸，唯恐一个随意的举动被人暗自嘲笑。古代有本名著里写了一个乡下老太太去富贵人家打秋风的故事。她确实吃到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见识了各种奇珍异宝，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她必须赔上笑脸扮丑作怪，故意逗弄那些太太小姐们开心，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内心疲惫不堪，因为她用自己晚年的尊严换取了一时的欢笑。人老了最稀缺的资源是自在，不必给自己找这种不痛快。圈子不同不要强融，这不是清高，而是懂得知足。寻找那些让你感觉舒服、能够平视对方的伙伴，哪怕只是坐在路边下盘棋，也比在豪宅里如坐针毡要幸福得多。第二种必须保持距离的是太爱干净的人家。一家企业的管理制度如果繁杂到让员工每走一步都要填3张表，这家企业离倒闭也就不远了，因为它的隐性运营成本太高了。你去极度爱干净的人家里串门，就像是走进了一家有着严苛规定的无尘车间。你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们眼里就是灾难级别的大麻烦。进门要换特定的拖鞋，坐在沙发上不能乱动，吃东西必须严格使用公筷，甚至你喝完水的杯子如果没有放回原处，或者不小心掉落了一根头发，都会成为对方皱眉的原因。有些人本意是好的，喜欢找朋友聊天，却总是无意中破坏了别人家里的规矩，最后弄得主客双方都不欢而散。晚年的身体机能难免有所退化，动作或许不再那么灵敏，有时候连自己都照顾不周全，又何必去别人苛刻的环境里当那个被嫌弃的麻烦制造者呢？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朋友，喜欢和他聊天，大可以换一种经营模式，比如通过电话联系，或者天气好的时候约在外面的公园散散步，找个茶馆坐坐。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不去打扰别人精心维护的宁静，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
第三个需要警惕的陷阱是频繁去太讲礼数的家庭串门。做生意最怕欠下还不清的人情债，生活里也是一样。每个人待客的理念不同，有些人随性家里来了客人叫个外卖或者随便炒2个小菜，大家图个相聚的开心。但有些人不同，他们把礼数看得比天还大。你只要说一句要去他家做客，他们全家可能从前一天就开始紧张筹备，一大早跑去菜市场挑最贵的食材，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只为给你呈现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处处在意你的感受，时刻观察你的表情，生怕有一丝一毫的招待不周，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表面上看这是极大的尊重，但实际上这种过度的热情会演变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讲礼数的人在待客时，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度疲累的。当你感觉到自己的到来已经打扰了别人原本平静的生活计划，或者给别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时，你就应该识趣地后退一步。人与人的交往讲究一个水到渠成，你情我愿，表面过度的客气里往往藏着无法言说的疲惫。适当减少往来，不轻易去消费别人的人情，反而让彼此的关系像细水长流一样更加长久。第四种必须果断切割的是见利忘义的亲戚家。投资的铁律之一是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让自己在任何人恐慌时都能从容不迫。还有一条铁律，就是绝对不把钱借给信用破产的人。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亲戚关系都是靠血浓于水的亲情来维持的。有一种亲戚，他们衡量一切的标尺只有利益。当你还在职场呼风唤雨，手里握着权力和资源，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对你阿谀奉承，恨不得天天黏在你身边。一旦你退休了，失去了那些外在的光环，对他们来说不再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翻脸的速度会让你感到心寒。如果你还抱着传统的观念，认为亲戚之间应该多走动，去他们家串门，你面对的可能只是敷衍嘲讽，甚至吃闭门羹。一个人在选择了见利忘义的那一刻，他的人格底线就已经破产了。对他们而言，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连呼吸都是错的。不要用一厢情愿的亲情去试探人性的底线。既然别人已经把你看作是无利可图的废弃资产，你又何必自己凑上去自讨没趣？保住自己的体面，把时间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才是明智之举。最后一种绝对不要涉足的是晚年生活极其不幸福、满腹牢骚的人家。在金融市场里，如果你明知道一家公司负债累累，内部管理混乱，你还会去投资它吗？绝对不会，你会离它越远越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幸的人往往内心极为脆弱敏感，他们看世界的底色是灰暗的。当你去这样的人家里串门，你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情绪黑洞。无论你带去什么礼物，无论你说出多温暖的安慰，在他们听来都可能产生扭曲。你过得好，他们会觉得你是在炫耀，在刺痛他们的伤疤；你试图开导他们，他们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不了解他们的苦楚。这就是为什么过得不幸的人往往会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因为他们连自己都无法自救，更无力承受外界的眼光。情绪是会传染的。你带着一腔热情去串门，不仅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会打破他们勉强维持的平衡，最后自己也惹得一身沉重。面对这种情况，保持一定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不去戳破别人最后的体面，就是最大的尊重和慈悲。退休之后，很多人害怕突然降临的孤独，于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去串门，去寻找共鸣。但这其实是一种南辕北辙的错觉。好的关系像一杯温茶喝下去，暖胃生津；坏的关系就像是在冬天里喝冰水，表面上解了渴，实际上伤了根本。不要在垃圾资产里寻找价值。排解孤独最好的办法，永远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看。在孤独中去体会生活的本质，打扫好自己的屋子，把家里布置得温馨一些，种种花养养草，看看书，喝喝茶。当你把这5种不良的人际关系彻底从生活中剥离出去，你会发现你的时间突然变得极其纯粹且富有弹性。你真正掌握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主导权。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是负债。很多朋友到了晚年最害怕的一个词就是孤独。在商界，我们最怕的是资金链断裂。
而在人生的下半场，很多人害怕的是情感链条的断裂。他们把退休后大把的独处时间看作是一种人生的负债，觉得家里没有声音就是凄凉，觉得子女不在身边就是晚景凄凉，于是拼命的想要制造热闹去填补这种空白。但这其实是晚年生活里最大的一次战略误判。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教你要合群，要找到依靠，说老了以后老伴是良药，子女是拐杖。这些话听起来很温情，但往往经不起现实的推敲。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再好的伴侣也会有先离开的一天，再孝顺的子女也会为了他们自己的生计和小家庭奔波劳碌。当那座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只剩下你一个人，当哪怕掉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常常觉得真正的强者从不在热闹里找安全感。我中年上期那一年正是事业发展最吃紧的时候，白天要在会议室里做无数个决定，晚上回到深水湾的家里，整座大宅安静的可怕，只有海浪拍打的声音。我也曾经历过那种巨大的空旷感，但我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归根结底是一场单人旅行。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无论是伴侣还是子女，都只是陪我们走过其中一段旅程，或长或短，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是一份极其自然的人生契约，没有谁能永远陪着谁。中国传统哲学里讲究一个空字，杯子因为中间是空的才能装水，房间因为中间是空的才能住人。你忙碌了大半生，为了工作，为了家庭，被各种琐事填得满满当当。现在你退休了，老天终于把这个名为时间的杯子腾空了，交还给你。你为什么非要急着往里面塞满各种廉价的喧闹呢？把孤独当成负债的人，往往会做出极其糟糕的投资决策，比如强行挤进年轻人的生活。我看到很多老人因为忍受不了孤独，非要和子女住在一起，结果呢，每天盯着子女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嫌弃年轻人不做家务，年轻人也觉得老人唠叨管得太宽，原本距离产生的美感，最后变成了一地鸡毛。做生意讲究企业文化，如果两家公司的价值观、作息时间、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你非要搞强行并购，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内耗不断，资产缩水。老年人强行介入子女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强行收购。你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和热情，换来的却是双方的精疲力竭。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时代风暴要面对，你安顿好自己，不给他们添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再比如，因为害怕孤独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在精神极度空虚、极度渴望被关怀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即将破产的企业急于寻找资金注入。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稍微给你一点虚假的温暖，几句好听的奉承，你就会丧失所有的判断力。社会上那么多针对老年人的骗局，那些推销保健品的人比亲生儿女还要嘘寒问暖，为什么能屡屡得手？不是因为老年人变傻了，而是因为他们太孤独了。他们为了买那一点点情绪上的陪伴，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辛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这就是把情感寄托完全建立在外界的惨痛代价。如果你不能学会和自己相处，不能在内心里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你晚年的财富和尊严随时都会面临被清盘的风险。其实孤独根本不是负债，孤独是你人生资产负债表上最干净的一笔净资产。我认识一位68岁的阿姨，她的心态就非常好。老伴走后，她一个人独居，逢年过节和子女聚一聚，平时绝不去打扰子女的生活。她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早上起来去公园打打太极拳，下午在阳台上养花弄草或者泡一壶清茶，看几本年轻时想看却没时间看的闲书，日子过得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反观那些非要和子女挤在一起的老人，整天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谁过得更体面一目了然。接受孤独是人生的常态，这是一个人心智真正成熟的标志。当你不再向外索取陪伴，不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定在别人身上时，你才真正掌握了晚年生活的主导权。你会发现，原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这么的轻松，原来这大把的时间全凭自己支配是这么的奢侈。把退休以后有限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去体会生活的本质，让自己的思想和格局在宁静中得到升华，这才是对自己辛苦操劳的大半生最好的犒赏。学会享受孤独，是你晚年最重要的一笔精神储蓄。当你内心足够充盈，你就不再需要外界的施舍，你的晚年生活才能保持最起码的体面和尊严。远水救不了近火，建立晚年生活的现金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观念是养儿防老，似乎只要生了孩子老了，就自然有了一个万无一失的避风港。但在商海浮沉几十年，我看过太多企业的兴衰，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用旧时代的思维去解决新时代的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村落里，养儿防老是行得通的，因为大家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刨食。你的儿子就住在你隔壁，端一碗热汤走过来，汤都不会凉。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了，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商业机器。年轻人为了生存，为了事业，被抛射到了世界各地，他们面临的压力比我们当年大得多。他们有还不完的房贷，有需要照顾的小家庭，有随时可能被淘汰的职场危机。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把晚年的全部指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这就是犯了商业管理中最致命的错误，错配了资产的流动性。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就像是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一个变现周期极长的固定资产。你的子女可能非常优秀，非常孝顺，他们在北京、在上海，甚至在纽约、在伦敦。这就好比你在海外拥有一处价值连城的豪宅，但问题是，当你某天深夜突然突发疾病，当你摔倒在浴室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远在天边的豪宅能救你的命吗？救不了。子女在电话那头，哪怕急得痛哭流涕，哪怕立刻买最快的一班飞机赶回来，也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在这生死攸关的几十个小时里，能救你命的，往往是你平时打招呼的那个邻居。所以老伴走后，如果你是一个人独居，请你务必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重新建立你晚年生活的现金流。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企业利润再高，如果没有现金流，随时可能因为一笔小小的货款而破产。人生也是一样，你的退休金、你的存款是你的底气，但这还不够，你还需要生活上的现金流。什么是生活上的现金流？第一笔现金流就是你与周遭邻里的关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其实是非常深刻的风险对冲策略。我认识香港九龙城的一位老街坊华叔。华叔早年开五金店，辛辛苦苦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英国念书。儿子很争气，毕业后留在了伦敦，进了大投行。华叔逢人便夸自己有个好儿子，觉得自己这辈子的投资值了。前年冬天，华叔半夜起夜，不小心滑倒在洗手间，大腿骨折，疼得冷汗直冒，寸步难行。他手机不在身边，根本无法求救，他只能拼命用手里的拐杖敲打水管。幸运的是，楼下的邻居听到了异常，觉得不对劲，跑上来敲门，见没人应变，果断报了警。后来警察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把华叔送到了医院。那个时候，远在伦敦的儿子还在开跨国会议，等儿子飞回来，华叔的手术都已经做完了。经历了这件事，华叔彻底醒悟了。他说：“儿子是挂在墙上的名画，看着有面子，但邻居才是抽屉里的急救包，关键时刻能保命。人老了，身体机能下降，总会遇到急事难事。这个时候，如果你平时和邻居处得好，大家见面点个头，偶尔互相帮个小忙，当危险来临时，哪怕只是帮你打一个急救电话，就能让你少受极大的痛苦，甚至挽救你的生命。不要觉得和邻里打交道麻烦，这是在为你自己的生命储备流动性资产。晚年生活的第二笔现金流是你的精神寄托，也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很多老年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真空的。他们大半辈子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奔波，从来没有时间去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等他们退下来，适应了另一半的陪伴，就会把老伴或者子女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把精神寄托全部压注在他人身上，是人生最危险的杠杆。一旦另一半先走了，或者子女10天半个月忙得没空打电话，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瞬间崩塌。整个人觉得空虚，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极容易被外界的虚假关怀所欺骗。
但我见过另一些老人，他们把晚年过成了一首诗。他们有的喜欢研究书法，每天铺开宣纸，闻着墨香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的喜欢在阳台上种蔬菜，看着种子发芽，结果每天都有新的期待；还有的喜欢研究易经，从古老的智慧里寻找内心的平静。这些兴趣爱好其实就是在构建你内心的经济循环系统。这就像是一个不依赖外部输血就能自我盈利的优质企业。你的爱好每天都在为你提供精神上的分红，让你早上醒来有事可做，让你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微小但实在的意义。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是生存的代价。现在老了，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了，你再也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你大可以慢慢去发展一个真正让你开心的爱好。有人会说，老了学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赚钱，又不能当饭吃。这种想法太狭隘了。兴趣爱好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成就多大的事业，而是为了给你的生命上色。只要能让你在独处的时候感受到美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觉得难熬，那它就是无价之宝。养儿防老多半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与其日日夜夜盼着子女来看望，在失望和抱怨中度过余生，不如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提前把邻里关系处好，把兴趣爱好培养起来，确保自己有随时可以取用的生活帮助和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当你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当你能够在独处时依然自得其乐，你就再也不用害怕变老了。年轻时为子女为家庭，唯独忘了为自己活。人老了，不妨趁着独居的日子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将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体面，这就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100万的试金石，永远握住你的底牌。在商界摸爬滚打几十年，我学到最深刻的一堂课就是，永远不要用金钱去考验人性，哪怕是至亲。很多人在做生意的时候精明透顶，知道怎么防范风险，怎么设置防火墙，但是一到了晚年，面对自己的亲人，却往往会犯下最低级的错误。他们天真的以为血缘关系可以免疫一切人性的弱点，甚至不惜交出自己手里最后的底牌。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而是你拥有多少对生活的控制权。我听到过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真实经历，一位68岁的陈大爷用100万的现金看清了晚年生活最残酷的真相。陈大爷退休前是单位的管理层，收入不低。他和老伴大半辈子辛勤工作，不仅供女儿上了大学，还攒下了一大笔可观的养老钱。他们原本的计划是靠着丰厚的退休金和存款安度晚年，从没想过要去麻烦女儿。但天有不测，风云陈大爷的老伴因病去世了。那种巨大的丧失感和一个人独居时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彻底击溃了他内心的防线。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在家里晕倒醒来后，后怕不已，从此对独居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人在极度恐惧和脆弱的时候，最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陈大爷做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极其危险的决定。他带着自己毕生积蓄的100万存款和自己的退休工资卡，直接搬去了女儿家。他以为这叫代之养老，他以为有了这100万作为诚意女儿和女婿，就一定会为他提供一个温暖安稳的晚年。在商业并购中，如果你带着巨额现金去投资一家公司，却不要求任何控制权，甚至把财务大权拱手相让，这不叫投资，这叫任人宰割。陈大爷去女儿家的第一天，女婿看到他不请自来，原本满脸的不高兴，甚至借故要出门。但当陈大爷拿出那张100万的存折，承诺只要能在这里养老钱全归他们时，女婿的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满脸堆笑端茶倒水，还立刻表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当天晚上，陈大爷以为自己终于买到了晚年的安稳，他甚至计划着要把自己的老房子卖掉给女儿，换一套大房子，大家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可是到了半夜，陈大爷起夜时，无意中听到了女儿和女婿在卧室里的对话。这番对话就像一盆冰水，彻底浇醒了他。女婿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既然陈大爷要在他们家养老，陈大爷空着的老房子就要让给女婿在农村的父母住；第二，这100万的存款他们自己留50万，另外50万要给女婿的父母作为养老金；第三，陈大爷以后的退休金存折也要交给他们管理，理由是他们付出了劳动，陈大爷付出金钱，这样才公平。
这番话在商业上叫什么？这叫恶意收购加上资产剥离。女婿的算盘打得非常精妙，他不仅要吞下陈大爷带来的所有现金流，还要把陈大爷的核心资产，也就是那套老房子过户给自己的利益集团，最后还要彻底切断陈大爷未来的造血能力，也就是那张退休金存折。如果陈大爷真的答应了这些条件，他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更可怕的是，他失去了在这个家里，甚至在整个社会上的所有话语权。他将从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尊严长者，彻底沦为一个养人鼻息的附属品。当你把所有的筹码都推上牌桌，你就不再是玩家，而是别人砧板上的肉。第二天一早，陈大爷做出了他晚年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他要回了那张100万的存折。哪怕女婿百般挽留，解释说只是开玩笑，他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女儿的家。陈大爷在那个清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老了能把自己养明白就不错了，千万别妄想用自己的钱去填满别人的贪欲。往后余生，他只能靠自己，靠不上任何人，而房子和钱才是他养老最大的底气。很多老年人总是有一种传统的奉献精神，觉得自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早晚都是子女的，早给晚给都一样。甚至有些人早早的把房产过户，把存款交出，自己甘愿过着紧巴的日子。这种想法在顺境时或许看不出问题，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似乎一切都很完美。但在我的商业哲学里，我从不在顺境中规划顺境，我永远在太阳高挂时准备雨伞。好，紧时留伞，坏紧时撑伞，这不仅是做生意的智慧，更是做人的底线。你要知道，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巨大，当他们面临失业、面临房贷断供、面临生活的种种重压时，你手里的钱对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诱惑。不去用金钱考验人性，是因为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不管你的子女有多孝顺，不管你们的家庭关系有多么和谐，请你务必牢牢把控住自己的财产大权。你的房子、你的存款、你的退休金，这是你生命最后阶段的护城河。钱当然不是万能的，它买不到真正的亲情，也买不到发自内心的尊重。但钱能够买到什么？钱能够买到你在生病时可以选择更好的医疗条件，钱能够买到你在不想做家务时可以请一位护工的从容，钱能够买到你在子女家住得不开心时，随时可以收拾行李回自己家的底气。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8个字不仅是治国之道，更是晚年生存的核心法则。不要觉得自己把钱攥在手里是自私，真正的自私是那些企图榨干父母最后一滴血汗的儿女。你把钱留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晚年安排妥当，不让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这才是对子女最大的负责，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陈大爷带着他的100万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那一刻，虽然房子里依然空荡荡，依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心里的恐惧已经消失了。因为他手里握着随时可以调动资源的底牌，他知道只要这张底牌还在他的人生，就不会彻底崩盘。晚年最大的悲哀不是孤独，而是你明明拥有一手好牌，却过早的把它们全部交给了别人，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扫地出门。守住你的房子，看好你的钱，永远不要交出你人生的控制权。这就是你晚年必须坚守的铁血纪律。最大的红利是投资自己的余生。在长河系，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商业更迭，做过无数次收购和分拆，但我始终认为全世界最难的一笔交易叫做交接班。企业的交接班难，家庭的交接班更难。很多中国父母哪怕到了70、80岁，哪怕连走路都颤颤巍巍，依然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主心骨，总想着帮子女安排好一切。看到子女遇到挫折，恨不得冲上去替他们扛；看到子女做出的选择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会忍不住指手画脚。这在商业管理上叫做退而不休。一个已经退休的董事长，如果天天跑回公司对现任管理层的决策指指点点，不仅会让现任管理者无所适从，更会把整个公司的战略搅得一塌糊涂。最后往往是公司没管好2代人的关系，也彻底破裂。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太多苦难，总怕下一代吃亏。但时代的风暴总是不同的。当年我们在香港做塑胶花的时候，那是60、70年代的规矩。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全球化，是激烈的多的生存环境。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无奈的妥协，其实是最高级的放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浪。
你当年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他们也必须亲自去走一遍，才能长出自己的铠甲。你替他们遮风挡雨，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面对子女的询问，适当的发表一下意见就足够了，非得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思来，只会让家庭陷入僵局，得不偿失。真正的交接班不是把权力传下去，而是把手收回来。当你真正把手收回来，不再过多干预子女的生活时，你会发现你突然多出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这笔巨大的财富，你应该重仓投资在哪里呢？答案是投资你的余生，投资你的身体和心境。很多企业到了后期，不再追求规模的盲目扩张，而是追求利润率和现金流的健康。人生的下半场也是一样，你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有多能干，不需要再去讨好任何人。你唯一要负责的标的就是你自己的健康。据有关的研究调查发现，55%以上的癌症患者都会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的情绪中。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健康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你的情绪、你的心态日积月累塑造出来的。你的每一次生气、每一次计较、每一次因为别人家的闲事而引发的内耗，都在不断消耗你身体的净资产。做生意亏了钱，只要底子还在，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但只要挺过来熬过去，总能找到新的活法。但身体的资产一旦破产，就再也没有重组的可能。所有的外在财富都是数字的零，只有健康和内心的平静是那个最前面的数字1。到了这个年纪，什么事都要看破，什么事都要放下，不要再去计较年轻时谁对不起你，不要去纠结子女今天有没有给你打电话。该放下时一定要放下，吃好喝好睡好足矣。把心态放平稳，每天乐乐呵呵的去菜市场挑2把新鲜的蔬菜，给自己煲一锅好汤，晚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想做什么就去做，怎么开心怎么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填满每一天。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红利。很多人问我，李先生，你拥有那么多财富，你觉得晚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告诉他们，财富只是一个数字，它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但无法决定你的生活质量。真正能让你晚年感到幸福的，不是你名下有多少房产，也不是你银行账户里有几个零，而是你能不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拥有一个轻盈的灵魂。不计较过往，不忧虑未来，这是人到暮年最难得的清明。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人际纠缠上，不去那5种人家里串门，守住自己的房子，管好自己的钱，培养1、2个真正的爱好，和周围的邻居和睦相处，把最后的时光全部用来善待自己。我想这已经是一份极其完美的晚年资产负债表了。人生就像我桌上的这杯清茶刚泡好的时候，沸水翻滚，茶叶上下浮沉，味道浓烈苦涩，就像我们为了生存四处奔波的前半生。但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水温慢慢降下来，茶叶也安安静静地沉到了杯底。这个时候，茶水才是最清透、最回甘的。我这大半生都在风口浪尖上搏杀，见过太多的潮起潮落，但到了现在，我最享受的其实就是坐在这里安安静静地把这杯茶喝完。